我爷爷和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悼词是我写的。那在那一刻其实是挺残忍的，因为当你要用文字给一个你特别亲近的人、深爱的人，你要去总结的时候，你势必会把你记忆中所有跟他在一起的情景都重现一遍在脑海中。我自己在写悼词的时候也一度中断。第一次读完剧本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非常温暖。我是用文字送大家最后一程的人。不许死刑讲的就是一个助人为乐的故事。文善曾经是一个编剧，一次机缘巧合，他接触到了写悼词的工作，他重新找到了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意义。原来这个世上还可以有这样一个人，也是他治愈了我觉得是。正式开拍之前，我和导演做了半年的网友，通过微信在交流。他其实是来自大概15年前后我在殡仪馆的一次想象吧。因为我当时就坐在殡仪馆那个小广场的长椅上，很自然地想到我在这儿我能做一点什么，然后所以有了一个写悼词的人。在沟通的过程中，我这个人物和他的这个职业有很多细节上的探讨，因为我想说他每天要在键盘上码字，是不是他的指甲不会留得太长，所以我们在戏里面也有一个细节，就是他在那儿剪指甲。生和死是交替的。简单的例子，当你的身边的一个人离开之后，你不舍得删掉微信里面和他的对话框，有的时候你还会使用他的口头禅。我父亲他一直呢适应不了这边，也不爱出门，什么都不肯跟我说。可能我跟王先生一样，我和父亲之间的情感觉比较生疏，但其实心里面是有对方的。那母亲在的时候，他更像是一个桥梁吧。最难熬的是我妈走了以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我当时开车从牡丹江回北京，也一路上就我们2个人。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在你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有些慌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这个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和概括哈。但是我能够完全的接受到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，所以我还是感觉非常温暖的。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，我有那个开机焦虑。我还记得开机仪式是在那个酒店的那个停车场拍大合照的时候，我都都深呼吸，这是我的一个常态。因为我没怎么演，可能大家无法想象，抛开所有的职业属性和台前样子，生活中的我其实跟他真的挺像的。但是他始终没有妥协，我做不到。那最近您不拍戏的时候都在忙些什么？带孩子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我其实这半年在家的时间特别少，上一个去录制了一个环保的节目。我演戏也快20年了，从刚开始的一直做加法，然后到某一个阶段开始在做减法。当我真正的喜欢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其实是不需要演的，我就成为他了。